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非常感谢我的粉丝一路以来对我的支持。讲粉丝这个词有点怪，但是不管怎么样，非常感谢一路以来一直看我视频，然后给我评论，给我发弹幕，还有在最近我其实在油管上 YouTube 上面的订阅人数也开始增加，我觉得挺开心的。说实话，我做视频如果就算没有人看的话，说实话，我油管看的人很少了。但是我其实做视频一直做，是因为我挺喜欢剪辑的，然后我挺喜欢去到处游玩，然后因为你到处游玩何不然就录一个视频，然后也当作是自己的一个纪念呢？所以说也是一个挺好的双赢。今天我要讲的话题呢，就是中西文化的差异。然后这些差异呢，都是我在这边生活了这么多年以来亲身的感受。希望给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尤其是有一些差异的话，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刚来，然后你立马碰到那个文化冲撞的时候，你其实会有一点点小尴尬的。所以说，你可以通过看这个视频避免以后的这一些尴尬。这一点呢，我不知道是我们东方的文化处理的比较好，还是西方的文化处理的比较好。我觉得，这一点是我曾经有当翻译，然后在医院跟一个就是说医生和家属之间做翻译，然后的话，病人的话是一位中国病人，然后他可能还剩几个月的时间，可能就要去世了。然后的话，医生让我跟病人翻译说，他还剩3个月要去世了，但是我有跟他们家里的人沟通，家里人说你不能这样跟病人讲，然后医生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作为病人自己，他没有权利知道自己还剩多少时间。然后我跟医生解释说，这是我们东方的文化。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一部电影，我忘记名字了，等我后期我再把它放出来。那一部电影就是讲一个美国的华裔，然后回到中国，然后也是他的奶奶快要去世了，但是家人瞒着他，然后一大家子人回到国内帮他，你知道，就跟他庆祝啊，然后也帮那个一个亲戚，一个应该是主人公的表弟吧，帮他结婚，然后让奶奶会变得很开心在最后的日子里。然后我在想，其实当时的奶奶她看到那么多人在附近的话，她可能已经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就算我们不直接讲的话，其实病人自己他知道我们中国的文化是什么样子的，其实他可能已经感觉到了。但是我就觉得，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感觉的，你们觉得是西方的文化更好，直接告诉病人还剩多少天，然后让病人有时间在自己有限的时间里面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不会一生遗憾？还是说东方文化就是说去善意的欺骗病人，让他不知道自己还剩多少时间，然后可能我们另外一个意欲是跟他说你会好转，然后他的心情会好，可能会起到心理上然后期盼奇迹的一个这样的效果。但是我觉得这种效果的话，应该几率很少。这一点的话，其实非常非常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不同。你们是怎么想的？在下面的评论告诉我。另外一个也是比较好玩的现象吧，我把它归纳在中西文化不同上面。我觉得我一回国的话，不管是走在哪里跟陌生人，假如说稍微聊开了几句的话，假如说在火车上稍微聊开了几句的话，他就会问你工资多少。这边的人其实你问工资的话，有一点点像你问别人多少岁一样，感觉
不怎么常见，也不能说不礼貌吧。如果你熟的话，也可以问了，但是不怎么常见。这是另外一点。另外一个，我觉得应该是喝酒的文化吧。我觉得在国内的话，说哦，我们出去喝酒，好像感觉有点不怎么好。感觉父母会觉得你会是坏小孩，但是，而且国内讲到喝酒的话，感觉一般和生意啊、应酬，结合在一起。所以说，但这边喝酒感觉很平常，就很多，你知道，我们同事，从小到大，从20多岁到40、50岁，都好像每天在家都会小酌一杯。就觉得很平常，很平常 ，thanks， 觉得很平常，很平常的事情。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有一件非常非常深刻的事情。我当时刚来的时候住寄宿家庭，然后我的隔壁是一个意大利的男生，非常非常热情。然后他快走的时候，他就道别的时候那件事情，我记得非常深刻。就他道别的时候过来拥抱我，我当时因为刚来欧洲，不知道拥抱是非常非常普遍的。我当时以为，你抱我干嘛？后来我渐渐的习惯了，因为这边尤其是和法国人，还有其实德国人也都会吻嘴，好像是吻2边、3边都可以，就是说。都会吻或者是拥抱，都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但是你刚来的时候，真正会有一点点不习惯，因为好像拥抱，好像我们和父母都不会去拥抱，所以说这一点你们可以刚来的时候不要太过惊吓，因为不管是男生女生抱你，不要以为别人喜欢你，其实是真正的文化而已，也不要被吓到。另外一个，说实话。就是饮食的文化，因为这边大部分人的话都是每天吃土豆还有面包这一类的。我刚来的时候我是搞不懂为什么，就说搞不懂，他们怎么能天天吃土豆当主食，搞不懂。然后其实他们也搞不懂我们为什么要每天吃米饭去当主食。所以说非常非常的你要去适应的一个阶段。我现在已经。习惯了，You're on YouTube now. Hi channel. Say hello in your language. Bună. You're Portuguese? We are from Romania. Oh, Romania. Salut, Cool. Romania. Very good. What part of Romania? Transylvania. Okay. Bucovina. I only know Bucharest. That's the capital. Bucharest. Yeah, Bucharest. Okay, here's the guy from Bucharest. Hello, cheers. Salut. Salut. Thank you guys. Cheers. Bye. Bye. Subscribe and like. Oh, nice. That's going to be my thumbnail. Thank you Don't guys. forget to subscribe and like. Cool. 非常好玩。所以我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怎么习惯拿着然后走，然后后来我觉得拿着，其实这边对摄像头还是对照相机还是蛮友善的，所以说我觉得还不错。有的时候会抓到这些很可爱的瞬间，不错。这样有点激励我，很喜欢在人群中举着，然后看一下谁有反应。反应的人其实目前来说还挺多的。这边我觉得西方人去旅行的话，他会去一个地方待10天，或者是待6天、待7天，然后就躺在海滩上晒太阳，然后什么地方也不去，就去在一个点，然后待很久。然后东方人，说中国人好了，因为我不知道其他国家人是不是这样，就觉得中国人，可能也是平时工作忙，出去的机会少，然后一出去的话，就会去很多很多很多地方，像什么10天6国游什么之类的，欧洲6天5国游之类的，就是说去很多很多地方，这个是一点不同。然后，另外一点是这边的人，他会以古铜色为美，就是说。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会晒得
晒的古铜色，然后这边有很多那种你知道晒的店，你可以进去。其实我也有进去晒过，就觉得晒完以后感觉皮肤会很健康，然后别人看到你的肤色就说哦，你刚刚回来度假哦，就会觉得哦，好羡慕你哦，你的那个皮肤晒得像度假的颜色一样，就有一种这样的感觉。然后中国的只能说女生，我觉得男生都无所谓了。中国的女生就说要以白，越白越好，白得像纸，像不健康的最好，透明的更好最好。